在探索新边界于2025年10月24日播出的一期节目中，王一博在户外探险的画面中被清晰捕捉到胸前悬挂着一条骨头形状的吊坠项链。原本只是短短几秒的镜头，却瞬间在网络上点燃了巨大的讨论热潮。因为骨头形吊坠并非普通造型，它与赵丽颖在2021年多次公开场合中佩戴过的项链几乎一模一样。粉丝们一眼就认出这一特殊符号，而他们敏锐的观察力也让这段看似普通的纪录片内容迅速升级为娱乐圈级别的破防事件。节目播出后不到1小时，社交平台上就出现大量截图、放大图、对比图。有人将王一博节目中的吊坠与赵丽颖过去的照片进行逐帧比对，弧度、金属光泽，甚至边缘那一点点不显眼的磨损痕迹都被标注出来。更让人震惊的是，许多粉丝指出，两条项链不仅造型一致，连吊坠右侧那2个细小的凹点都完全吻合。这种高度相似让网友忍不住怀疑，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刻意？讨论的热度迅速上升，不少老戏迷立刻联想到两人在有匪合作期间的互动。那段时间里，两人在戏里戏外的氛围都格外融洽，甚至有传闻说剧组内部有人见过两人私下交换过小礼物。而赵丽颖曾在某次采访中低调提到项链是个美好的纪念，更成为如今争论的燃料。如今王一博在多年后再次佩戴类似吊坠，自然而然引发大众联想，或许那条项链本来就不是简单的饰品，而是某种特殊意义的象征物。话题持续发酵后，有网友进一步挖掘节目拍摄日期，发现该集内容实际拍摄于2025年8月，而这一时间点恰巧与赵丽颖的38岁生日重叠。这个巧合让不少人浮想联翩，甚至有人猜测王一博选择在镜头前佩戴这条项链，可能是在悄悄送上祝福，或者是一种只有懂的人能看懂的暗号。虽然没有任何官方证据，但在粉丝的情绪推动下，这类说法迅速引爆热搜。与此同时，一些理性的观众尝试安抚情绪，认为饰品撞款在娱乐圈很常见，明星佩戴某些配饰未必有特殊含义。然而越是这样，越激起另一派粉丝的反驳，如果只是普通饰品，为什么偏偏是这条？为什么5年后突然又带回来了？他明知道镜头会拍得很清楚，这就是刻意。两派争论激烈，而沉默的当事人和经纪公司却让讨论更加扑朔迷离。最终，事件并不仅仅停留在项链是否同款层面，而是进一步演变成围绕王一博与赵丽颖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有人认为这是一段被埋在岁月里的感情，从未被公开，却从未真正消失。也有人觉得媒体与粉丝过度解读，把普通的饰品强行套上浪漫滤镜。但无论真相如何，那条骨头形吊坠确实成功唤醒了大众对两人过往的记忆。当节目中的光影落在王一博胸前的吊坠上时，它不仅是一件饰品，更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尘封5年的故事。这个画面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它触碰了无数人心中未完的情感想象。或许爱情不需要语言，有时一个小小的饰品就足以让所有沉睡的回忆再次复活。粉丝开始追溯这条项链的前世今生。赵丽颖早在2021年便佩戴过一条极为相似的骨头形吊坠，当时她正在进行小型写真拍摄，身穿一袭白裙，吊坠在阳光下轻轻摇晃，显得既清冷又柔和。恰巧那段时期，她因为电视剧角色小谷而再次被粉丝亲切地以此昵称呼唤，因此这条项链也被视为她身份与经历的一种象征。对粉丝而言，这件饰品不仅承载了角色记忆，也像是赵丽颖成长历程中的一部分见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王一博在2023年开始
也陆续被拍到佩戴一条造型几乎一致的吊坠。与赵丽颖的清新风格不同，她佩戴时呈现出一种冷峻、野性的气质。粉丝们在路透图、机场照、舞台后台照中，都能时不时捕捉到这条小巧却神秘的骨头项链。由于她平时极少佩戴夸张饰物，加上生活作风一贯低调，这条项链的存在显得格外突出。不少人开始好奇它的意义，是造型团队特意安排，是朋友赠予，还是某种特殊纪念？然而，更耐人寻味的细节出现在2025年初，王一博在连续几次公开活动、品牌宣传以及音乐舞台上，胸前的那条项链突然完全消失了。无论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路透，再也没有人看到它的踪迹。粉丝甚至认真统计出，从2025年2月开始到节目播出前的将近半年时间里，这条项链完全没有再次出现。有人猜测它可能弄丢了，有人推测是刻意隐藏，也有人感叹，也许某段记忆终于尘封了。双引号。正当所有讨论逐渐淡化，就在探索新边界节目中，这条项链却以一种极其突兀又充满戏剧性的方式回归。不仅出现，而且是在高清镜头、清晨的阳光和水映照的自然环境下被拍得无比清晰，仿佛经过设计一般。它几乎像是被安排在最适合被看见的时刻出现。那一瞬间，无数粉丝仿佛被触动了某一个情感开关，一件曾经消失，突然又重现的饰品，总会让人忍不住探究背后的故事。随着截图和慢放分析在社交平台上蔓延，项链回归甚至被粉丝戏称为2025娱乐圈年度大事件。网友们把赵丽颖2021年的照片、王一博2023年的机场路透以及节目中2025年的片段放在一起对比。有人指出吊坠的形状高度相似，有人提到金属边缘曾因时间微微氧化，呈现出淡淡的旧色，也有人敏锐地发现王一博在节目中多次下意识触碰吊坠的动作，像是在抚摸一件对他有特殊意义的东西。更引人注意的是，风格上王一博极少重复佩戴饰品，尤其是跨年份、跨风格的持续佩戴同一件配饰，这在明星中并不常见。粉丝们便顺着这一点展开大量猜测，如果一件配饰真正有纪念意义，他才会如此执着地带着它；若是普通饰品，他又为何在沉寂半年之后选择重新佩戴？更何况这次佩戴恰逢探险节目拍摄，风格冒险、自然、真实，与吊坠的质朴形象意外契合，仿佛隐藏着某种象征性。于是，粉丝们的解读方向迅速分成多个派别。有人认为这是共同纪念物的无声回归，有人认为这是王一博对某段情感的怀念，也有人觉得这是一种极具意味的回应，只不过是无声却最有力量的回应。星号。而最让人浮想联翩的是，这一次项链回归的方式不再像以往那样只是路透照，而是出现在国际播出的纪录片节目中，意味着他完全清楚镜头会拍到，也完全清楚观众一定会注意到。这样的公开出现，让这条项链从一个小饰品变成了众人讨论的焦点。也因此，粉丝纷纷感叹，这根本不是普通项链的复出，而像是一段故事、一段情感、一段时间的循环回潮。消失、重现、曝光，都像是命运安排好的一样，让所有人不得不再次关注这条骨头形吊坠背后的意义。通过逐帧截图对比，许多粉丝愈发确信，王一博在2025年节目中佩戴的那条骨头形项链，与赵丽颖2021年曾佩戴过的几乎完全一致。无论是吊坠微微弧起的曲线，金属边缘略带旧感的褪色痕迹，还是右侧那道不易察觉的小刻痕，全都惊人的相同。粉丝们在各大平台上发布大量放大对比图，
每一张都附带着箭头、圈点和说明，甚至有人用软件解析吊坠受光后的反射纹路，从各个角度证明它们不是相似，而是同一件。随着对比帖越转越广，网络上立即出现了各种猜想。最受关注的一类是粉丝口中的私人物品赠与说，他们认为，如果吊坠确实是同一条，那么极有可能是赵丽颖在2021年某个私下时刻将它送给了王一博。有人甚至回忆起当年有翡路透中两人站在一起低声说话的画面，认为那种眼神完全不像普通同事，而吊坠则可能成为当时某段微妙情感的象征物。另一类猜测则将其视为共同款象征物。粉丝们翻出过去的幕后照片，其中一张显示两人在大山深处拍摄时都佩戴着简约风格的吊坠饰品。有人推测他们可能在拍戏期间一起挑选了相似项链，作为某种共同的纪念。这一说法也有不少支持者，大家认为同款饰品不一定是恋爱证据，但往往象征特殊的情感纽带，尤其是两位明星在那段时间的互动频繁温柔，更让共同款的意义显得耐人寻味。然而，最引发热议的是只有他们懂的暗号说。这一派粉丝认为王一博在节目中佩戴项链并非偶然，而更像是一种用物品沟通的方式。这种推断的依据来自节目中的细节，王一博几次下意识触碰吊坠的动作被粉丝放慢10倍观看，分析出那不是无意识，而像是一种感情的召回动作。甚至有人指出，他在触碰吊坠时眼神明显变得柔和、停顿，仿佛在想起某个人，而那种情绪在他其他节目中极为罕见。这些讨论使得吊坠不再只是一个时尚配饰，而成为两人关系的象征性符号。粉丝们争相解读，甚至文学化加工，形成一套完整的项链宇宙。有人把它比作沉睡5年的回忆被重新唤醒，有人称其为沉默却最有力的告白，甚至有人写下长文分析吊坠出现的时间点、场景氛围、王一博的心理状态，以及赵丽颖当年佩戴它时的情绪投射。与此同时，也有部分观众保持理性态度，认为所有解释都只是粉丝的浪漫化想象。可即便如此，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所有明星的配饰中，很少有一件像这条骨头型吊坠一样被如此有条理、如此系统的分析与讨论。它既不是奢侈大牌，也不是潮流必备，却偏偏成为娱乐圈最受关注的谜样存在。更吊诡的是，王一博过去极少重复使用饰品，却在多年后让这条项链重新亮相，而且还是在国际播出的纪录片中被高清镜头无死角捕捉。这种巧合实在太过完美，让大众不得不怀疑它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深层含义。最终，无论是赠与说、共同款说还是暗号说，所有讨论都指向同一个事实：这条项链远不止一个普通的装饰品，它像是一根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细线，被光线照亮，被镜头放大，被粉丝重新拾起，成为一段故事，一段可能的情感，一段无法证实却又难以否认的默契的象征。这一集节目是在2025年8月录制的，而这个时间点恰巧接近赵丽颖38岁生日。这个偶然却又十分敏感的日期，立刻成为粉丝讨论的焦点。毕竟，在娱乐圈这种地方，任何细节都可能成为暗号，更何况是两位多年来一直被悄悄联系在一起的顶流艺人。当录制日期被扒出后，不少粉丝开始大胆推测他是否是在用项链送上一份悄无声息的生日祝福。具体内容虽然无人知晓，但这类浪漫化的联想迅速在粉丝圈发酵。更让讨论升温的是节目画面中一个又一个耐人寻味的小动作。镜头多次捕捉到王一博在沉思时下意识触碰胸前的骨头型项链，那个动作轻柔不经意，
仿佛是一种习惯，也像是一种刻意压抑下仍逃不掉的情感出口。每当他的指尖停在吊坠上，他的眼神便会在那一瞬间变得柔和、沉静，甚至带着一点点难以形容的怀念。粉丝把这些镜头逐帧截取放大，逐一分析，认为那不是普通的表情，而像是想起了某个远方的人。特别是其中一段画面，他站在夕光下的河岸边，水声轻轻拍打石头。他低头看着吊坠，指腹缓慢、极轻地摩挲了一下。紧接着，他抬起头望向远处的树林，那一刹那的眼神既温柔又带着淡淡的落寞。粉丝立即在评论区沸腾，这绝对不是普通动作，他的眼睛在讲故事，这是想念的眼神，他在借节目说话吧。有人甚至把这段画面剪辑成慢动作，配上背景音乐，标题更是直白他在想他。于是新的说法不断出现，生日暗示说，有人认为王一博特意选择佩戴这条项链录节目，是在用沉默的方式送上生日祝福，因为他一向避免谈论私生活，也不喜欢通过公开平台表达私人情感，用一件象征性的物件代替语言，正符合他的性格。情感呼应说，另一部分粉丝提出更浪漫的观点，王一博不是在回忆，而是在回应赵丽颖曾经做过的某个动作、某句话、某个瞬间，这条项链就是他们之间无需语言的纽带。无声告白说，也有人认为这一切比暗示更深，那是一种无声的告白。因为当一个人没有机会在表达爱意时，他往往会通过物品寄托思念，就像这条形状独特、象征意义十足的骨头项链。这些推测在网络上不断被转发、讨论、二次创作。有人写长文分析王一博在每个触碰动作中的微表情，有人翻出赵丽颖过去的访谈片段寻找隐藏线索，甚至还有人考据吊坠出现的时间、场景、温度、光线，希望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看似夸张，却体现了粉丝仍未放下对这对神秘关系的想象。而事情最让人心动的部分，或许不在于这些猜测是否真实，而在于它激发了大众心底最柔软的情感。当一个人在某个重要的日期，在远离城市喧嚣的自然环境中，佩戴一件曾有过共同记忆的物品，并在不经意间露出温柔的眼神，这多少都像极了想念。粉丝们相信，那份想念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流露出来的瞬间，是再怎么隐藏都无法掩盖的情感痕迹。节目热度持续走高，每一个细节都被无限放大，甚至有网友感叹，如果这不是爱情，那什么才是爱情？双引号。不过，真正的答案或许永远不会公开，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条项链，这个日期，那一瞬间的柔软眼神，才显得更加迷人。它们构成了一段未说出口的故事，也让这一集节目成为粉丝心中最浪漫、最耐人寻味的一集。片中河边的静谧画面和王一博寡言的状态，被后期剪辑成一种未尽情感的象征意象。清晨薄雾从森林深处飘来，水面轻轻晃动，阳光在河流上闪烁，镜头慢慢推进，定格在他胸前那条骨头形吊坠微微摇荡的瞬间。这种画面组合本身就带着强烈的叙事感，仿佛大自然都在为某段被压在心底的情感做背景。项链不是简单的饰品，而像是一条线，把过去与现在、记忆与现实重新连接起来。王一博在这段画面里几乎没有说话，他的沉默本身就极富张力，与周围寂静的环境形成一种隐秘的共鸣。导演故意放大水声、风声、脚步声，让他触碰吊坠的动作显得格外突出。粉丝们在看完节目后纷纷表示，这些镜头仿佛不是纪录片，而像一部关于遗憾与思念的艺术短片。每一次镜头切换都像在暗示，
这条项链背后藏着一段从未真正结束的感情。尤其是当摄像机捕捉到他凝望远方时，那种若有似无的深情更像是一种久违的怀念。粉丝们把这些画面做成慢动作，一遍又一遍地观看。有网友直言，那不是演的，也不像是镜头语言，那是一个人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反应。也有人评论，他不是在看风景，他是在看某个人的影子。双引号。在社交平台上最火的一句话便是，这段关系还在继续，只是不公开。这种声音并不新鲜，但这一次却因项链的回归被再次点燃，并且比过去更强烈。因为在节目中的每个画面里，这条项链都没有被刻意隐藏，反而以一种自然、合理却又不可忽视的方式存在着。它摇动，它闪光，它贴在他的胸口，像心跳般微弱却真实。对于坚信两人之间存在隐秘情感线的粉丝来说，河边这一幕相当于一次情绪核爆。吊坠的出现不仅仅唤醒了旧记忆，更像是在告诉他们，那段故事并没有结束，只是被时间暂时按下了暂停键。甚至有人说，这不是粉丝幻想，这是无声的现实。双引号，许多解读出现，例如默契远未结束。粉丝认为，如果这条项链真的代表某种象征，那王一博在此刻佩戴它，就是一种无声的延续。感情已沉入水底，但仍在流动。河流的画面被比喻成感情的隐喻，看似平静，实则暗潮涌动。未说出口的秘密最深。因为所有情绪都藏在沉默里，所以显得更真实。甚至有剪辑博主将画面进行情感化处理，制作了一条名为《未完的故事》的短视频。背景音乐选的是轻柔的吉他声，播放量在1天之内破100万。网友评论区几乎是一片叹息与共鸣。如果这不是爱情，那就是电影。项链是钥匙，它是在打开某扇门。双引号。更有心理学博主分析，王一博在触碰项链时的动作不是随意的，他看似不经意，实际上带着明显的安抚性动作特征。人在想念或怀念某人时，常会下意识触碰具有情感链接的物品，而他在节目中至少做了3次这种动作。这种分析让粉丝更加坚信他是在想他。双引号。短短几分钟的镜头，却让无数人沉浸在那段被悄悄遗留在岁月里的故事里。吊坠在光中轻轻摆动，像一句无声的告白，像一个未完的章节，像两个人心底仍未放下的记忆。也许他们真的已经走上不同的人生轨迹，也许这一切不过是粉丝浪漫化的投射。但无论如何，这段河边的静谧画面成功让大众再次相信，有些情感不需要语言，也不需要公开，它们就藏在一个动作、一条项链、一个沉默的眼神里。那种未尽情感的氛围，正是粉丝再次沦陷的原因。画面回溯到2020年有匪拍摄时期，那是一个寒冷却充满活力的冬天。剧组长时间在山林与古镇搭建的场景中工作。由于有匪大量武打戏份需要外景拍摄，清晨的雾气、夜间的寒风、崎岖的山路都成为演员们每天要面对的考验。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比都市棚内拍摄更加真实、更加自然，也更容易产生微妙的情感变化。当时，赵丽颖刚复出不久，她的状态温柔却干练，整个人散发着成熟女性特有的坚定与沉稳。而王一博则年轻、专注、沉默，却带着一股独特的少年英气。他在剧组中虽然话不多，但对工作非常投入，每一个动作戏都坚持亲自上阵。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两人在片场逐渐展现出一种外人难以忽视的高默契。无论是对戏时的眼神交流，还是拍摄间隙互相提醒台词、讨论走位，
他们的互动都显得自然顺畅，仿佛默契并非培养出来，而是与生俱来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曾表示，在镜头外看到他们面对面站着时，空气像被某种无形的情绪填满，轻柔却真实。让粉丝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在拍摄中期突然双双佩戴上的一条骨头形吊坠。起初，大家以为那只是幅画组为呼应剧中人物背景而设计的小道具，因为有匪的世界观里，江湖侠客常有随身信物或象征意义的事物。然而有趣的是，这条项链在多场非拍摄画面中也出现了，比如休息时、对戏间、花絮中，甚至是一些未播出的幕后片段。尤其是某段花絮里，当赵丽颖在拍完一场激烈的吊威亚戏后，稍显疲惫地坐在椅子上休息时，王一博悄悄递给她热水杯，并提醒她风大注意保暖。而就在她轻轻道谢的一瞬间，镜头捕捉到两人胸前闪过一模一样的骨头吊坠。那一刻，让无数粉丝瞬间捕捉到什么不寻常的氛围，仿佛项链不仅是道具，更是两人之间的一种共享秘密。随着时间推移，戏里爱侣、戏外友情的传闻开始在粉丝圈蔓延。一部分人认为这纯属 CP 粉的过度联想，但更多的人却觉得这份默契不是演出来的。毕竟两人并未刻意展示亲密，却在不经意间呈现出一种特别的关系氛围。那条原本被视为角色配饰的骨头项链，也开始成为讨论的核心。剧组内部一些零碎的传闻，更是让这一切显得耐人寻味。有工作人员匿名透露，那条吊坠最初确实是道具，但后来两人似乎都产生了特别的情感依赖，在不拍戏时也愿意佩戴。有一次，赵丽颖休息时无意识地抚摸吊坠，被路过的摄影师拍下。照片虽然没有公开，却成为剧组口中的小秘密。而王一博则在拍摄间隙摆弄自己的那条吊坠，神情若有所思，仿佛这个小物件承载着某种无形却珍贵的意义。慢慢的，粉丝们开始相信，这条项链已经从冰冷的道具变成了带有温度的私人纪念物。它可能象征着拍戏时共同度过的艰难日子，也可能象征着两人对彼此的一种默契与依赖，甚至象征着某段未被公开却真实存在的情感。项链的意义因此变得复杂而神秘。更关键的是，当有匪杀青后，两人不再共享同一个剧组空间，那个属于他们的小江湖也随之封存。但那条骨头吊坠却仍偶尔在不同场合出现，先是在赵丽颖的摄影写真里，再是在人群中捕捉到的王一博的一次后台路透。所有细节就像故事的碎片，让人无法忽视那段被岁月隐约包裹的联系。于是，当2025年王一博再次佩戴同款项链出现在镜头前，人们才会在一瞬间被拉回2020年那个寒冷却温暖的片场。当年那条毫不起眼的小小吊坠，最终成为粉丝口中最具象征意义的爱情证据之一。剧集结束后，两人在公开场合渐渐同框绝迹，再也没有任何合作、联访或同场活动。仿佛为了避免流言，他们在大众视野中的轨迹从交汇变成了两条分开的直线。然而，这种刻意保持的距离并没有让粉丝们停止关注。相反，越是没有同框，越让每一个细微的巧合显得格外耀眼。许多粉丝开始以显微镜模式观察两人的动态，希望在点滴细节中捕捉到某些看不见的呼应。赵丽颖在一次品牌活动中佩戴了一个简约的小手链，乍看平淡无奇，却在特写镜头下呈现出一种类似骨头形状的弧度。这个细节立即被粉丝截图、放大、分析。有人比对她过去的饰品收藏后发现，这个造型是她极少选择的风格，更与有匪时期她使用过的骨头意象配饰有微妙呼应。于是，有人感叹，她是不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那段时光？
这一推测迅速登上粉丝超话热帖，引发上千条讨论。与此同时，王一博在某次演唱会中无意间做了一个动作，在唱到情绪最高处时，他抬手轻轻捏住胸前的项链，动作虽然短暂，却显得非常自然且含蓄。粉丝疯狂截取这段画面，甚至有人将画面减速至1/4倍速观看，认为他的动作不是整理衣服，而是一种下意识的触碰。更有人指出，这个动作与他在探索新边界中握住骨头项链时的动作几乎一致，轻柔、缓慢，带着一丝情绪。也许在那瞬间，他脑海里闪过了什么记忆，至少粉丝是这样相信的。接下来，更让人着迷的是两人在社交平台上似乎存在的遥远互文。赵丽颖在某次生日当天发布了一束淡白色茉莉花的照片，并配上简单文案：安静、纯净。几天后，王一博便上传了一段练习舞蹈的短视频，背景音乐选的竟然是白香。粉丝立刻炸锅：白花对白香，他发花，他发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对话吧？而这种巧合并不止一次。例如，赵丽颖晒出一张蓝色礼服照，王一博隔天就在品牌拍摄中穿了同色系外套。赵丽颖发文写下风很温柔，不久王一博的 vlog 里便出现一句风吹过来，像是在提醒我一些事。这些细节难免让粉丝产生他们在以无声方式持续对话的浪漫联想。更有粉丝整理出一张长长的时间线对照表，对应两人发文或公开露面的颜色、花卉、文案语气等。有网友戏称，如果这些都是巧合，那巧合也未免太认真、太刻意了吧？这种解读虽带着粉丝滤镜，却反而让这种无声呼应显得更加迷人。有心理学博主也加入讨论，分析两人是否通过颜色象征共同物件、记忆、情绪文本来传递低频但持续的情感连接。虽然并无官方证实，但这些专业化的解释却让讨论显得更像某种学术级的情感研究。而最引人感叹的是，这些呼应从未以直接方式出现，全都隐藏在日常的微光里，一个视频、一首歌、一张图片、一句模糊的文案，每一个细节都像风吹过湖面，掀起微弱但真实的波纹。粉丝们在这些细节中看见的，不只是过去的回忆，而是某种继续着的温柔。他们相信，两人虽然在现实中刻意保持距离，但情感却以另一种形式悄悄留存着。不是明说，也不是展示，而是以一种温柔克制、适度隐藏的方式延续。于是，同框绝技反而成为粉丝持续沉迷的原因。正因为看似没有任何交集，细微的呼应才显得像是秘密，像是暗号，像是属于两人之间的低语。那份无形的联系，让粉丝无法放下，也让故事永远有续集。王一博纪录片中那句有时我们并没有真正失去某个人，只是把 TA 放在别人触及不到的地方，在节目播出后引发了巨大的情绪震荡。原本只是配音中的一句旁白，却因为他的语气、背景画面以及过往经历，被无数观众赋予了更深层的情感解释。那不是一句随口而出的感慨，而像是一个从心底深处缓缓浮出来的秘密，被风轻轻推入世界。镜头里，他正走在山林间，夕阳洒在树林顶端，光影落在他的肩上。他的脚步缓慢，声音又平静又略带沉重。许多粉丝表示，正是这种像在诉说过往的语调，让这句话听起来格外真实，格外私人，仿佛不是对观众说，而是在对某个曾经在他生命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人说。而在这句话被疯狂转发的同时，有人翻出了赵丽颖的一段旧视频片段，那是2021年一次花絮采访中，她坐在化妆间里，安静地听工作人员调灯光。镜头无意间捕捉到她低头整理头发时，指尖轻轻碰触胸前的骨头吊坠，
动作细小却带着一种极其温柔的下意识。他并没有刻意展示，也没有察觉摄像机的存在，这使得这一幕看起来更加自然，更加真实。当这两个画面被并排放在一起，一边是王一博的深情旁白，一边是赵丽颖无意识的触碰吊坠，瞬间便在网络上掀起了情绪浪潮。粉丝们称之为情绪证据，不是公开表白，不是高调示爱，而是一种深到骨子里藏得小心翼翼的情感痕迹。有人在评论区写道，一个人会反复触碰的物品往往不是普通饰品。又有人说，他把人放在别人触碰不到的地方，而他仍在触碰属于回忆的项链。双引号，这种跨越时间的对照，让粉丝感受到一种他们曾经互相住进过对方心里的氛围。特别是那些一直关注两人动态的老粉丝，更是瞬间泪目。他们回想起有匪时期的温柔互动，片场花絮中的默契笑容，以及两人曾经被捕捉到的深情对视。而如今，这一切仿佛在纪录片的那句话和旧画面中的触碰动作里被重新点亮。网络上出现了大量分析长文，有人用情绪心理学解释王一博话语中的隐喻，把 TA 放在别人触及不到的地方，意味着一种极深的保留，不是放下，而是珍藏。也有人以影像语言分析赵丽颖的动作，下意识触碰往往发生在对某种情绪产生反射性记忆的时候。甚至有粉丝制作了一个混剪视频，将两段画面拼在一起。夕阳下的王一博说着那句意味深长的旁白，化妆间中的赵丽颖轻轻触碰吊坠，嘴角似乎扬起一点点温柔的弧度。视频配上的字幕只有一句话，原来他们都没有真的忘记。双引号，这个视频瞬间破100万观看量，被称为最令人心软的混剪。无数网友在下方留言，分享自己曾经经历过相似的情绪，那种爱过、藏过、失去过，但仍在心里留一个位置给某人的感觉。更令人动容的是，许多人表示，他们在看到这两个画面后，突然理解了现实中为什么有些人分开后不再联系，却始终无法真正从心里删除对方。因为记忆不是要被抹去，而是被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空间里，悄悄保存。王一博的那句旁白因此被解读为一种隐秘的心声，而赵丽颖的触碰动作则被视为一种无声的回应。他们没有说一句话，却仿佛在隔着时间和距离用情绪进行对话。粉丝于是得出一个再浪漫不过的结论：原来这世上最深的感情从来不需要公开。双引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骨头项链在粉丝叙事里逐渐演化成他们之间的秘密语言。起初，它只是一件小小的饰品，是有匪拍摄时期的道具延伸，是角色符号的衍生品。但越到后来，它出现的越突兀，越巧合，越耐人寻味。于是粉丝开始相信它不再是冷冰冰的金属，而是两人之间的一条隐形纽带，一个只有懂得的人才能解读的信号。每当这条项链出现在镜头里，总会伴随着一种特别的氛围，是山林里的风吹动树叶的沙沙声，是河边静谧的水光，是王一博沉默的神情，是他下意识伸手触碰吊坠的动作。这些画面组合起来，像是在讲述一段没有被说出口的故事，温柔、克制、沉默，却又真实的几乎令人心颤。粉丝们把这些镜头剪辑成一个又一个象征性的片段，每个都像是他在用无声的方式说话，而对象似乎始终锁定在一个名字上，赵丽颖。这种暗示的解读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王一博的动作太自然，太下意识。他不是为了镜头而展示，而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就像某种熟悉的情感已经深深刻在身体记忆里，不需要语言，
不需要表演，只要触碰那条项链，情绪便悄然浮出水面。这种不经雕琢的真实，反而成了粉丝最坚信的证据。更重要的是，两位当事人以及他们的公司都始终保持沉默，他们从不否认，也从不承认，不辟谣，不解释，不补充，所有问题都像被温柔地挡在了一道无形的墙外。对粉丝而言，这种无回应比任何一句否认都更具戏剧性，因为沉默就是最好的模糊地带，沉默让一切想象都有生长空间，沉默也让项链的每一次出现都显得不可能纯属偶然。有人说，如果这只是饰品，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解释？也有人反问，如果真的没关系，为什么要保持多年如一日的完全静默？双引号，正是这种不表态，让粉丝对项链的情绪价值不断加深。许多网友开始把它看作一种心照不宣的象征物，它不仅承载了两人在有匪时期的默契，也承载着某种也许存在，也许早已埋在时间中的情感投影。每一次吊坠亮相，都像是一个章节开启的信号。粉丝聚集在评论区热烈解析，他这是在回应他吗？这是不是他们之间的小暗号？是巧合，还是习惯，还是想念？双引号。而每一次讨论过后，都以同一个结论收尾：越沉默，越像是真实的。双引号。这条项链因此成为情感叙事中的核心道具，在粉丝心里，它是一种象征，一段故事，一个秘密的回声。甚至有人将它比作两人之间的情感坐标，只要它出现，便说明那份联系从未被切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粉丝并不是执意要给它贴上浪漫标签，而是因为在娱乐圈这个被包装、被设计、被人设覆盖的世界里，这条项链显得太自然、太真实，太像是某种未经修饰的心意。事实是，它出现的不多，但每一次都恰到好处。它不高调，却有分量；不张扬，却足以让世界为之一停。或许项链背后的故事永远不会被说出口，或许沉默才是最合适的保护方式。或许真正的情感本就不需要语言，只需要两个灵魂之间的默契。而粉丝所见所感，早已超越视频本身。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沉默的男子，一个隐晦的回忆，以及两个人之间从未明确，却从未消失的某种情感痕迹。这条项链就是那道痕迹最安静的形状。视频最后抛给观众一个开放式问题：这条项链到底只是普通饰品，还是一段无声爱情的象征？这个结尾毫无定论，却恰恰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镜头缓缓拉远，河流的声音逐渐覆盖音乐，王一博的身影沉入光影深处，项链最后一次闪烁在画面中央，像是一种未完的呼吸，也像一扇轻轻被推开的门。故事没有结束，反而在此刻被悄悄打开。节目组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王一博本人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的沉默，他的专注，他胸前那条微微摇动的骨头吊坠，都成为悬在空气中的问号。而正是这个问号，引导观众、粉丝，甚至路人加入了这场解读盛宴。整个故事也因此被定位为一场由粉丝持续参与、共同书写、从未画上句点的娱乐圈情感悬疑。这种未完待续的叙事模式，让每个人都成了侦探。有人从物品入手，有人从情绪动作切入，有人研究两人社交平台的暗示，有人翻找旧花絮，有人甚至用心理学、色彩学、影像语言来剖析这一切，让普通饰品的故事被赋予了远超物件本身的重量。而开放式结局的魅力就在于，你相信什么，故事就往那个方向生长。对浪漫主义者而言，这条项链是思念，是纪念，是牵挂，是两人通过时间和距离依然保有的情感纽带。对理性派来说，
它只是巧合，是综艺节目中的画面语言，是粉丝们过度解读的结果。而对中间派观众来说，它既像爱情，也像命运，也像一种只可意会的默契。可不论你站在哪一派，无法否认的是，这条项链成功让人记住了画面，记住了情绪，也记住了这段故事。随着时间推移，这则情感悬疑没有淡去，反而越发蓬勃。粉丝开始写长篇分析文，从项链材质到佩戴习惯，从出现频率到隐藏意义，甚至绘制时间线。剪辑博主制作成千上万的糖剪视频，将王一博的沉默与赵丽颖的温柔同框拼接，配上轻柔的钢琴或小提琴音乐，让无数网友感叹，这真比电视剧更像电视剧。吃瓜群众则加入讨论，带着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这剧情要是拍成偶像剧，我肯定追。双引号。也正因为没有确定答案，这条项链才成为最好的故事装置。它是一把钥匙，也是一块拼图，而缺失的那一块，永远留给观众自己去补全。开放式问题带来的不是困惑，而是持续性的关注与情绪牵引。它像一根看不见的线，将故事拉向未来，让每一次王一博的公开露面，赵丽颖的社交更新，甚至一个颜色、一朵花、一句歌词，都成为下一章的线索。节目结束之后，人们依然在讨论，他为什么戴这条项链？那句旁白是不是有深意？如果没有故事，为什么从不否认？双引号。而节目组的沉默、当事人的沉默、经纪公司的沉默，都像是默契的合谋，让这个悬疑故事继续延续下去。有人说，最深的情感永远不会说出口，只会以沉默的方式存在。也有人说，真正的爱情不是轰轰烈烈的宣告，而是藏在小物件、小动作、小习惯里的温度。无论真相如何，那条项链已经远远超越视频本身，它成了一个象征，一个谜，一个情绪的影子，一个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的无声爱情传说。而这个传说，只要粉丝还在解读，还在期待，还在寻找呼应，就永远不会结束。